第1112章灵泉统领。赤红色的浓郁能量弥漫着宽敞的房间，炽热的高温扩散而开，令得这所房间犹如燃起了大火一般，热气腾腾。在床榻之上，萧炎盘腿而坐，其身体就犹如一个无底洞般，将周遭天地的赤红色能量源源不断地吸入体内。而伴随着这些赤红色能量的入体，其身体皮肤都是开始泛起一阵阵赤红，脸庞之上汗水不断地浮现，顺着脸颊犹如水流般的滴落而下，直接吸收药材之中的能量。这是萧炎第一次干的事，以往修炼他大多都是会将药材进行调配或者炼制，以此来将药材的能量发挥到极限，但如今他并没有那足够的时间，突破的契机一闪便是，想要等到下次不知道得什么时候。不过好在萧炎体内有着异火保护，虽说在吸收那赤红色能量时依旧会带来一阵阵火辣的痛感，但也并非是不能忍受，而且所幸的是，这对于其身体并没有造成什么创伤。磅礴的赤红色能量不断地灌注而进，旋即经过炼化，化为精纯的斗气，汇入萧炎体内的经脉之中，奔涌流淌间带来充盈的力量之感。萧炎此刻的心神极度凝聚，因为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入体，他能够感受到先前出现过的那种突破契机又是开始出现了细微的苗头。轰轰，越来越多的斗气汇聚在经脉之中，犹如洪水般的发出低声的咆哮。每一次斗气冲刷过经脉时，都会令得萧炎灵魂为之颤抖，这种感觉令人着迷。房间之内弥漫的赤红能量，伴随着那自萧炎体内爆发而出的犀利加强，也是开始带起阵阵呼啸之声，化为一道道宛如实质般的斗气劈链，撞击在萧炎身体上，然后顺着毛孔、呼吸尽数侵入而进。在这等狂猛吸掠间，赤红能量穿梭过毛孔、皮肤，那种火辣辣的感觉令得萧炎有种自己被丢进辣酱坛子般的感觉。咻咻，在萧炎这般近乎鲸吞般的掠夺下，房间之内弥漫的赤红色能量也是越来越淡，而前者的气息反而是在这种鲸吞下越发的磅礴起来。死！当最后一股赤红能量顺着萧炎鼻息钻进时，萧炎略微有些颤抖的身体陡然凝固，宛如在这一刹化为了雕塑一般，纹丝不动。房间内突然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隐约间有着洪水奔腾的细微的声音响起，而顺着声音源头，则是能够发现这种声音是由萧炎体内所散发。而在萧炎这般如老僧作画般的凝固下，一股磅礴气息正在徐徐的苏醒，犹如睡醒的雄狮一般。在萧炎所处的房间之外，是一个幽静的院落，院落中点缀着诸多花朵，清风吹拂而来，带起淡淡的幽香。院落中有着一座石亭，此刻的石亭中，两道绝色倩影正安然而坐，在两人面前摆放着一副棋盘，偶尔间有着棋子落在棋盘上响起的清脆滴答之声。若是萧炎此时出来的话，定然会因为这一幕而大惊失色。这两个从见面便是隐隐有些对立的女子，此刻居然能够安静地坐于一处下棋，当真是有些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小医仙姐姐，当初在内院时便听萧炎哥哥提起过你，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玉手捏着一枚白玉般的棋子轻轻落下，须儿明眸一抬，望着对面那张温婉动人的俏脸，微笑道。小医仙那在棋盒中刨动棋子的纤手微微一顿，眸中略微有些波动，道：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须儿轻笑，风轻云淡的道：只是朋友。小医仙轻抬双眸，凝视着面前这绝色女孩，旋即不置可否的一笑。他如何听不出须儿话语之中的一些试探之意？但虽说对方不是简单人物，但他难道便是单纯之人？能够在出云帝国那种地方组建毒宗这等近乎独裁般的组织，除了实力之外，他的心机自然也是颇深，只不过寻常跟在萧炎身旁，不喜表现而已。见到小医仙这般冷漠两可的模样，须儿玉手微顿，美眸若有深意地看了前者一眼，轻声道：我不久后便是会离开，日后萧炎哥哥或许还得麻烦你多加照料，只要我还活着，他便不会出事。小医仙直视着须儿，温婉的声音中却是有着毋庸置疑的语气。对于小医仙的回答，须儿也是微微点头，轻轻地伸了个懒腰，顿时露出那动人的纤细曲线。刚欲站起身来，黛眉突然一蹙，抬起头望向远处的天空，那里隐约有着破风之声狂掠而来。是！在须儿察觉到时，
小医仙也是偏过头，黛眉一皱，道：“是冰河谷，还是魂殿？不是，是古族的人。”薰儿摇了摇头，道：“应该是黑烟军。我嗅到了4亿独角兽的味道。”石庭之内的空间微微波动，旋即那黑衣老者2人闪现而出，望了一眼远处天空，道：“他们应该是收到了古族之内的命令吧？毕竟前几日的那场大战声势太大了一些。”另外一名白发老者点了点头，道：“这些家伙还真是如影随形。”薰儿摇了摇头，面色颇有些不愉。没办法，黑烟军直接归由古族元老席掌管，那些老不死的恨不得让小姐一辈子待在古界中。黑衣老者冷笑道，他似乎对那所谓的元老席并不感冒。在3人说话间，那从天际响起的破风声也是越来越大。片刻后，10几道黑影终于是出现在了叶城上空，然后那庞大的4亿独角兽缓缓地停留在了叶家上空。咻咻咻，10几道身影从4亿独角兽之上闪掠而下，然后出现在薰儿等人所在的那院落半空，目光扫过院中，然后顿在薰儿身上。黑烟军统领林泉，见过小姐。身着紫黑袍服的英俊男子，目光在见到薰儿时，眼中便是闪过一抹火热，从半空中落下，然后对着后者抱拳躬声道。薰儿黛眉微蹙，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哼，长老们担心小姐在外面受到什么伤害，所以特地命令我来接小姐回古界。林泉对着薰儿笑了笑，然后目光扫过院中，却是并未发现萧炎的身影，当下眉头就是一皱。有我2人护着小姐，还能出什么事？难道靠你这小子经过族中地坛洗礼后方才达到的5星斗宗实力，便是能护得小姐安全不成？白发老者笑道，话语中倒是没有太多的客气，他在古族的地位可不是林泉这种年轻人能够相比的。林老说笑了，长老们的命令我总不能拒不执行吧？对于这白发老者，林泉倒也是不敢怠慢，拱手笑道。见到林泉将长老搬了出来，白发老者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将目光转向薰儿，看他的意思。小姐，长老们这次可是真急了，你们此行出来还与魂殿交了手，若是让得他们得知你的身份，丧心病狂下做点什么，古族可就要大乱了。所以长老此次下了死命令，若是带不回小姐，我们几人回去定然会受族刑。林泉也是看向薰儿，沉声说道。薰儿黛眉轻蹙，他也早就知道，若是与魂殿交手的事情传进古界，古族定然会立刻派人将他接回去，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沉吟了片刻，薰儿目光转向那紧闭的房间，道：“再等2日，我便回去。”闻言，林泉眉头微皱，然后视线也是看向那房间，眼中掠过一抹冷色，笑道：“据说那萧家那位萧炎少爷也是在此，不知道他人在何处。”哼，当年迦南学院一别，也有好多年没看见了，不知道如今的他到了哪种地步。听得林泉话语中若有若无的嘲讽之意，石庭中的薰儿与小医仙脸色皆是微微一沉。嘎吱！而就在2人即将说话间，那紧闭的房门却是缓缓打开，旋即一道挺拔身影缓步而出，淡淡的笑声也是随之传出。原来是当年的林泉统领，哼，真是有失远迎。不过修炼了这么多年，林泉统领才达到5星斗宗，倒是让萧炎意外啊。林泉脸庞上的笑容缓缓收敛，旋即变得阴沉起来，目光冰冷地盯着那徐徐从房间之内行出的年轻身影。他倒是没想到，当年那在他面前连说话资格都没有的废物，如今居然已经敢对他冷嘲热讽，还真以为有小姐护着他，尾巴便能翘上天了。在林泉眼中冰冷越发浓郁时，萧炎的身影也终于是踏出，然后出现在院落之中，那张脸庞上布满着看似灿烂的笑容。而就在萧炎现身的这一刹，一股磅礴气息也是徐徐地自其体内弥漫而出。在气息弥漫间，一脸阴沉的林泉眼瞳也是陡然紧缩。斗宗。